走走走，哪来的要饭的？去别处，别在这耽误我做生意。老板，2碗面。你就不该多管闲事。这天底下可怜人这么多，你管得过来吗？管一个就少一个，这穷是绝症，管一次不如不管。你怎么不去上学？我在给自己攒学费，我打算攒够一笔钱，然后买个小推车去收破烂，这样就不用耽误上学了。那你的父母呢？奶奶说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奶奶年纪大了，我不想让她这么累。快吃吧，一会儿面坨了。你怎么不吃？我要把它留给奶奶。那我的你帮我吃了吧。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那一个小推车要多少钱？我问过了，一个小车要85块钱，我已经攒了35了，再有1周我就能有自己的小车了。这50你拿着，明天你就去买个属于自己的小车。叔叔，你已经请我吃面了，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那你就当我这是跟你合伙，等你赚钱了，连本带利一起还给我，好不好？好，3天之后还在这个面摊，本金50，利息是1碗面，合伙人。好，那这个就当做是我们的信誉，合伙人。郑先生，福利院那边的领养师已经安排好了。好，我马上就去。他们很有钱吗？他们做什么的？他们是大学老师。可他们看起来很穷啊。院长，那个男人看起来好有钱啊，是谁啊？他也是来收养你们的。你们看看，选哪家啊？爸爸！爸爸，你看起来很有钱，能带我吃好吃的吗？我在这都吃不饱。爸爸可以给我买漂亮的小皇冠吗？爸爸都满足你们。行了，吃完赶紧走，人家一句玩笑你还当真了。合伙人，未来我一定要找到你。舒总，华古街价值3亿的收购方案已经发来了。我让你找的人怎么样了？你们知道这是谁的车呢？你就敢砸？知道砸坏了要赔多少钱吗？不就是黑心厂长的车吗？我们砸的就是黑心兄妹的车。这是我们郑总的车，你们连谁的车都没搞清楚就敢来砸啊！这位大兄弟，这真是我车？不可能！我刚才看见那对黑心的兄妹从这个车下来的。大家，我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和我说。董事长，你来的正好，我们是来要钱的，工厂已经3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还我工钱！还你工资！黑心老板！楚总，华古街价值3亿的收购方案已经发来了。我让你找的人，你找的怎么样了？只有一个戒指和您画的画像，线索确实有些少。不管用什么方法，1周之内一定要找到我的恩人。是。小静，你们过来一趟，我在大厅等你们。我给他们打过电话了，咱们去大厅等。大家放心，公司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爸，你急匆匆把我们叫过来干嘛呀？他们的工资是怎么回事？前几天厂里出了点问题，我就挪用了一下。你们怎么能动大家的血汗钱呢？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叫贪污！你们赶紧把钱拿出来，把工资给大家发了。拿不出来，现在那笔钱被套住了。没钱？兄弟们，他们说没钱。就你长嘴了是吧？小南，你怎么能打人呢？爸，这些人就是脾气，等会儿我们给他们松松皮就好了。胡闹！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3天之内一定要把工资给上。爸，既然这样，那你就先从集团挪一部分给我们嘛。大家放心，我们集团一定不会拖欠大家的工资。谢谢董事长，既然答应给你们了，就赶紧散了吧。还不赶紧滚回去干活？不好了，郑总，公司账上现在没有钱了。那是公司的专用款，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查清楚，我绝不姑息。郑总，这是专项款的去向，是2位小郑总。爸，我想吃龙虾、帝王蟹还有小蛋糕。好，爸爸这就带你去吃。爸，
我想要漂亮的小裙子。他们说你很有钱，是真的吗？你可以买给我吗？好，买都买。咱们先吃饭，吃完饭爸爸就带你们去商场买衣服。爸爸，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好，真是好孩子。大龙虾、帝王蟹、小裙子，漂亮的小裙子。这是在路上，你们小心点，注意安全。小心！楠楠、静静，公司的资金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停停停！我跟你很熟吗？就叫得这么亲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把文件签了。既然今天你知道了，我们也不瞒着你。你现在把集团给我，这些工人的工资我马上就发。怎么样？要是不给我，我可不敢保证他们能做出什么事情。你是说这一切是你们做的？是我们把专项资金挪走了。你能把我们怎么样？现在的盛世集团就是一个空壳。哎，老东西，你那是什么眼神？我们替你收拾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你应该感谢我呀！你已经老了，不再适合领导集团，这个位置我们来做，对大家都好。15年前，我把你们领出了孤儿院，这些年我扪心自问，把你们当成亲生骨肉来养，给你们提供优渥的生活环境，去最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你们，停！你是不是想说是你给我们良好的生活？我们兄妹俩是白眼狼，这些是我们自己命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妹妹不用和他废话，老东西，你说你半截入土，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你好好想想，把公司交给我们俩，兴许我们一高兴，还能让你安享晚年。想让我把公司交给你们，不可能！老东西，一会儿你的工人兄弟好好招待你，不知道你的嘴还会不会这么硬？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清楚。我随时欢迎你改变心意，打电话给我。老邓，时间有限，劝你还是尽快把文件签了，拜拜。对了，告诉大家一声，这个老东西把公司钱全吞了，集团现在1分钱都没有。那是不是我们的工资打水漂了？郑先生，您的母亲查出了尿毒症，需要进行换肾手术，至少要400万的手术费。老天，这是造的什么孽呀？难道好人就没有好报了吗？郑总，没事吧？要不我先送你去医院吧。不行，今天不给钱，分别想走。是，先处理他们的事情。黑心老板，你用我们的血汗钱给你的孩子开豪车住豪宅，你良心被狗吃了吗？郑怀姐，你的钱是不是已经被你转移走了？你不得好死！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你这是想要我们的命啊！老板，我在咱们公司创立就跟了你，我和你在一起奋斗20多年啊，我知道你不容易啊，但是我现在生病了，那药1万多一瓶，为了活命，家吃散了，儿女也快不认我了。咱们已经3月没发工资了，要是再不发工资，我连药都吃不上了。老板，要不你先给我们发一点儿，我就想把病治好，再跟您干20年。还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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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冷静一下，听我说几句。好，我们看你这黑心干的怎么狡辩！拖欠了大家的工资，是我这个做老板的失职，我难辞其咎啊！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你们有自己家庭，这份工资是你们每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石，孩子的成长、父母的健康、妻子的承诺。我郑怀瑾能有今天，都是靠大家对我的信任。你们不仅是我的员工，更是我的亲人呐！我承认公司的账上没钱了，但是我保证会把钱送到你们手上。就算是砸锅卖铁，就算是卖房子卖车，我也一定会把工资打到你们卡上。你们就相信我郑怀瑾这一次，好吗？
就算是砸锅卖铁，就算是卖房子卖车，我也一定会把工资打到你们卡上。你们就相信我郑怀瑾这一次，好吗？你别和我们打感情牌，我们现在要的是工资。对，赶紧还钱！华姐，你在我们公司做了20年，一直兢兢业业。李想，你来我们公司做技术做了7年，从一个实习生到现在厂里的主管，对公司那是尽心尽力。冯家，我也知道你丈夫出了意外瘫痪在床，你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但是你却从来没有家里的事情请过假。还有刘贺、张强，你们每一个人我都认识，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们对公司的付出，我郑怀新在这儿向你们表示感谢，是我郑怀新对不起你们的付出。你们再相信我一次，我保证今天把工钱发给大家，好吗？我相信郑总，我在公司20多年，郑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啊。我跟郑总8年，他确实没亏待过我，逢年过节还会给我们发奖金。上次我家出事儿，也是郑总提前给我预支了1年的工资，我愿意相信他。谢谢你们了。我们就相信你这一次。我们走，郑总，今天下午楚氏集团的招商会，如果能中标，这次危机就算度过了。甄秘书，去把我的车子还有些值钱的那些东西卖了。今天下班之前，一定要把工资送到他们手上。这次多亏范叔叔的指点，让我们兄妹把盛世集团的资金搞到手。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看来他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女来看了。给他当女儿还不够晦气的。就是叫了他这么多年的爸，就给我们兄妹一个破厂。你们别小瞧那个厂，那可是整个盛世集团的核心。范叔叔，盛世集团的钱已经在我们手里，现在就剩一个空壳。我们要这个空壳还有什么用处？荣成第一财团楚氏下午要在这边开一个招商会，盛世集团刚好有这个生产资质。如果我们能得到盛世集团，就一定能得到楚氏的青睐。等我们在招商会上和楚氏达成合作，到时候我们就是新城炙手可热的人物了。范叔叔，以后我们兄妹可就依靠你了。是啊，范叔叔。你们也看见了，我这个岁数又膝下无子，不知你们……爸，好。楚总，您的恩人我们有消息了，他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招商会上。合伙人，我终于要见到你。妈，大夫把你的病情和我说了，说是妈这么大年纪，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倒是你最近瘦了不少，是不是俩孩子又闯祸了？妈，怀瑾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也不用太操心。还有公司的事儿都给手底下人，你也上年纪了，自己也要多注意身体。怀瑾，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快起来呀，你的腿不能着凉啊！妈，我对不起您，公司出了问题，我没钱给您看病了，儿子不孝啊！你快起来，妈的身体自己知道。你公司怎么了？公司破产了，我把家里的值钱东西都抵押出去，给员工发工资了。按理说我应该用这个钱给您治病，可公司几百个家庭啊，我实在不能看着他们跟着我家破人亡啊！妈，儿子对不起你。我的儿子做得对，如果你真的用这个钱给我治病而不管那些员工，我也不会原谅你的。快起来。妈，儿子对不起你。我的儿子也长出白头发了。儿啊，你做得对啊，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吧。你不论做什么，妈都支持你，你是妈的骄傲。妈。喂，郑总，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把所有能够抵押售卖的资产都卖了，一共卖了550万，但还差800万的缺口。知道了，剩下的交给我吧。妈，这卡里有200万，这个镯子是当初你奶奶送给我的，你拿去急用吧。这钱和镯子我不能要。我是你妈，哪有儿子出事我这个当妈不管的？去吧，那么多员工等着呢。妈，房子加车卖了550万，再加上这200万，还差600万。范总现在事业有成，我想他应该能帮我。郑总，
范总他们今天也会去招商会，不如我们去那儿找范总吧。走吧，去招商会。范总，听说你最近要收购盛世集团？没错，现在盛世集团已经是强弩可没，我准备帮我老同学一把。范总真是心善啊！听说楚总最喜欢心善之人，看来这次和楚氏的合作非你莫属啊！哟，你看这人呐，就是不经验，说曹操就到。范头，好久不见，那个我有点事儿想找你，咱们去那边聊聊。郑总，你这是要和我聊多大的生意啊？还要背着人？郑总，我们都听说了，你也不用背着我们，谁还没个难得时候？那个范总啊，我公司遇到点难处，想……郑老板，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这宴会厅空调风挺大的。老同学啊，开玩笑的，我都想死你了。你说你贵人事忙，平时都见不到你。老同学，不好意思，我的手没有抓稳，你没事吧？没事。好，没事就好。郑总啊，说说你想找我聊什么事儿啊？范总啊，我想和你借600万。盛世集团现在连600万都拿不出来了，看来传闻是真的。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先给我跪下。范总，我公司资金链出了一点问题，想找你。别叫得这么亲热，我和你好像也没那么熟。范总，我们员工就等着开工资呢，看在我们之前的情分上，能不能借我600万？我就用2个月，2个月连本带息，我肯定还你。郑怀瑾啊，想当初上大学那会儿，你是资助我，但就因为你的那些资助，让我在同学们面前都抬不起头啊。我向你借1000块，你支支吾吾的，你不就是为了展示你的优越感让我求你吗？现在你上下嘴皮一碰就要我600万，你凭什么？范头，当年念在当初你借给我1000块的份上，这个钱我10倍奉还。滴水之恩，10倍奉还。我的情我还完了。这个郑总是想挟恩图报啊？什么呀？之前还以为他是个君子，没想到范头。郑总，看在我们的情谊上，这个钱我能借，但是你也要拿出相应的诚意，你说对吧，老同学？利息我可以比现在市场多1%，你看可以吧？哎，不用，我只要你跪下。利息我可以比现在市场多1%，你看可以吧？哎，不用，我只要你跪下。不仅刚才这些钱是你的，600万我马上打到你的账户。郑怀瑾，现在你缺钱多简单啊，只要你肯跪下来求我。我怎么了？我为了感恩兵临下跪。你来借这个钱，应该是为了给你公司的员工发工资吧？老同学，你这一跪，跪得值啊！你想想，你要是不跪，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有多少员工妻离子散？好，是不是只要我下跪，你就能借给我这笔钱？对，人活一口气，我现在又不差那点钱，你说对吧，老同学？我相信郑总，我在公司20多年，郑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他确实没亏待过我。上次我家出事儿，也是郑总提前给我预支了1年的工资，我愿意相信他。谢谢你们了。好，我跪。到账了，到账了！虽然只有一部分，没想到郑总竟然变卖了自己的家产，给我们发工资。大家听我说，郑总他母亲生病了都没有医药费，我们也不能当白眼狼见死不救。郑总母亲现在急需一笔手术费，所以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帮郑总凑一些医药费。同意。没想到有一天，高高在上的郑怀瑾会像条丧家犬一样跪在我的面前。范总，现在可以借给我600万吗？我这鞋好像有点脏了，你看。真是风水轮流转啊！自打我们认识，你老是高我一等，
我永远是万年老二，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将永远被我踩在脚下。当年我们一起创业，我公司遇到难处，我找你的时候，你怎么拒绝我的？要不是我命好遇到一个投资人，当年我的公司就没了。郑总，您的老同学饭桶资金链断了，要破产了。你从公司账户抽一笔钱打到他公司账户上。是。等等，他好面子，别用我的名义，署名写杜鹃。知道了。当初的投资人是不是叫杜鹃？你怎么知道？你忘了？上学时候我的笔名也叫杜鹃。你以为你说了我就会信？记住了，从今天开始，你将永远是我的手下败将。林娜，你马上去额外准备一份合同，我要在招商会给我的合伙人一个惊喜。好的，楚总。合伙人，我来找你。范总，现在你满意了吗？可以把钱借给我了吗？怎么会呢？我还有更大的惊喜给你。兄弟们，两位小郑总没骗我们，黑心老板真的在这儿。郑总，你在这纸醉金迷，什么时候把工资给我们啊？真没想到这个老东西也有给别人下跪的一天呀！小南、静静，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你这么没用，我们当然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新伴。就是，真以为养了我们几年就成我爸了？他们现在是我的孩子，不和我在一起，在哪儿啊？你们早就串通好了。要不然说你蠢呢，现在才发现。多亏我范爸运筹帷幄，让盛世集团变成一个空壳公司。你们这两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老东西，你别想着岔开话题，我们工资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们？老板，您的恩人现在正在招商会上被他的员工催债。林娜，你先去稳住局面。还有多久？老板，还有20分钟。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限你在10分钟之内赶到。是，老板。我已经让人把钱打到你们的卡上了，虽然只是一部分，3天之内一定给你们补全。老同学，不用等3天，答应借你的钱，一会儿我就让人打过去。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把你的公司转让给我。不可能！老东西，欠钱不够是吧？盛世集团是我毕生的心血，想让我转给你们，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好，那我就成全你。我们呢，今天也不要钱了，但是这口恶气咱们得出一下。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我们就专打你这瘸子的好腿！老板，您找的人就在5层宴会厅。走，敢在我的地盘为难我的恩人，我一定让他们百倍奉还。老东西，你不是天天把员工就是家人挂在嘴边吗？怎么，现在为了一个空壳公司，家人你也不在乎了？你知不知道，你的一个选择，你多少家人就会丢掉饭碗？我今天就是死，也不会把公司给你这个白眼狼。不签也可以，1棍1万。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拖欠工资是什么下场。1万！我劝你还是赶紧签了，这样你还能少受点罪。我对你们真心付出了10几年啊，你们怎么这样对我？你们2个逆子，养你们2个还不如养一条狗，至少它还会知道谁才是他们的主人。2万，我看你要嘴硬到什么时候？3万。查清楚今天事情的原委。是，范爸，楚氏集团的人来了。范爸，这老东西骨头硬得很，他再不签，我们和楚氏的合作就来不及了呀！你找死是吗？成全你！5层到了。
去死吧！楚氏集团楚总到！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楚琳琅的恩人！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楚琳琅的恩人！在场所有人，欺我跟人者，我必百倍奉还。你们知道他是谁吗？郑先生，您没事吧？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林总助？这是我们养父，他就是一个老无赖，拖欠员工工资是来我们这儿讹钱的。是啊，他欠我们钱不还，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对啊，他今天来借钱，大家都能作证。是啊，我看在他养了我家孩子几年，又是老同学的份上，给他拿了一些。可这个不知感恩的老东西，拿了钱还敢在您这儿闹事儿，污了您的眼睛。这种人，就算是打死也是活该。闭嘴！楚总，你为什么打我？立刻道歉！是，我们道歉，一定是我们没有维护好现场秩序。说错了，重说。孩子年轻气盛，您别和他们一般见识，我这就把这个老废物丢出去。今天郑先生要是出任何问题，我要你们几个在新城再无容身之地。他不过是一个拖欠工资的废物，打死了又能怎么样？我调查得知，郑先生收养你们兄妹10几年，给你们提供优渥的生活环境，没想到竟养了一对白眼狼。还有你，当年你的公司快经营不下去，是郑先生给你匿名投资，你竟然也一起欺辱郑先生。滚！你们压着我干什么？我也是受害者啊！干什么？你们放开我！范爸爸，救我！楚总，你这是要干什么？当然是让你们几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给郑先生道歉。楚总，你不会是要仗势欺人吧？就是你刚才说郑先生欠你工资不给是吧？没错，欠了好几个月呢。张三，原盛世集团员工，因失误给公司造成巨额损失，去年6月已经被盛世集团开除。是他之前的工资没给我。好，账我们会一笔一笔的算清楚。你说郑总欠你多少钱？5万。郑总和你的账结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算算你和郑总的账。我来的路上听说一棍1万，我楚琳琅做生意向来都是10倍奉还。楚总，千不要啊！我也是受人指使啊，都是他们。只要我能逼郑怀瑾把合约签了，就能给我一大笔。就他妈你长嘴了，瞎胡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郑总什么时候成了楚总的恩人了？楚总啊！郑先生，这3个人你想怎么处理？爸，你就原谅我们吧，原谅我们吧！爸，我们也是太急于向你证明自己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找你的亲生孩子，我和小静实在是怕失去你啊，爸。老同学，我也是想帮你啊，没想到这俩孩子玩的有一点过火。你们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们。放开我！爸，你听我解释啊！爸，你不是最疼我了吗？郑先生，快送他去医院，快！范爸爸，现在这个老不死的有楚氏集团撑腰，后面我们跟楚氏的合作恐怕……那又怎么样？我男朋友可是楚氏集团的高层，他听说楚总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只要我们能帮楚总找到自己的父母，还愁达不成合作吗？哎呦，我的乖女儿，还是你聪明，搭上楚董，哪怕是郑怀瑾这个老东西是楚总的恩人，小恩小惠哪里比得了血浓于水？到时候盛世集团照样是我们的。疼不疼啊？妈，
已经没事了。楚姑娘，谢谢你帮我儿子解围。郑总，您还生病，需要多休息。楚总，咱们素未谋面，你为什么这么笨？我是来报恩的。报恩？这么多年您资助和帮助的人很多，可对于我来说，你是唯一一个雪中送炭的恩人。合伙人，是你？我听说您公司最近遇到了困难，这钱给您拿着应急。这钱我不能要，这笔钱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年我帮你也不是为了让你报恩，我不能要。合伙人，当初你投资我，这钱呢，就算是我投给您的公司，算我入股。入股？当然我也要我的利息，就像您当年教我的，做生意要找靠谱的合伙人，也要收取适当的利息。应该的。利息你打算怎么算呢？利息我只要50块。这位小姐，这2000万您只要50块钱利息，是不是搞错了？当年要不是您投资我，哪有今天的楚氏集团？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追随您的脚步，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没想到当年的小姑娘现在变得这么优秀，看来当初我选了一个很优秀的合伙人，但这个利息确实是有点低。这么低的利息，我当然还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要你们盛世集团跟我们楚氏集团合作，然后你要成为我们楚氏集团的合伙人。这怎么听都是我在占便宜啊，楚总，你确定吗？如果您不答应，这我可就拿走了。行，这些钱我2个月以后我一定还你。那个，这张支票能换成现金吗？我想把员工的工资补齐。琳娜，你去办。是。楚姑娘，我老太婆想再求你一件事儿。奶奶您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尽力。我们家月月丢了27年，一直没找到，我想让你帮我们找找。妈，你说这个干什么？你能告诉我孩子的特征吗？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是个美眉。那您能说说，当初他是怎么丢的吗？都怪我，当初女儿，爸爸一会儿就来找你。注意，在那边。女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你在哪儿？我的孙女，你到底在哪儿？过得好不好啊？郑总，您二叔一家已经被抓，现在整个盛世集团听您一人调遣。二叔为了遗产不惜追杀我们一家，这8年东躲潜藏的日子总算结束了。可是我的宝贝孙女呀！月月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有事的。吩咐下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小姐。是。妈，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月月的。宣布下去，楚氏集团将入股盛世集团，再以我个人名义注资100亿。你拿着我的头发去和郑先生做一份 DNA 检测。现在盛世集团已经被掏空，您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亲生父母，但这么多年上门的骗子也不少，万一……我相信我的恩人不会的。是。我男朋友说了，楚总一直在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一会儿就把楚总寻亲的信物发给我们按照信物去找，一定能找到。哎呦，我的好女儿，等我们帮楚总找到了亲生父母，我们还要盛世那个空壳子干什么？这个玉佩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个玉佩我好像在郑怀瑾的书房里见过。没想到老天都这么帮我。老夫人住在医院对您的病更有帮助，
您为什么要非要这老宅呢？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再说，人家已经帮我们很多了，哪好意思继续花人家的钱？这钱啊，我一定补给员工们。好，小珍啊，公司已经在清算了，等结完工前，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你还年轻，我不想影响你的前程。不，董事长要是没有你，我现在还被困在大山里，我哪也不去。你这又何必呢？郑怀瑾，还钱！郑怀瑾，还钱！先带我妈进去。哎，冯家呀，刘浩啊，你们怎么来了？郑怀瑾，你这个虚伪小人，要不是2个小郑总说你把钱藏起来不给我们，我们还像个傻子一样，觉得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呢。你对得起我们对你的信任吗？我们还凑钱给你妈看病，你就这么对我们的？大家别被这个虚伪小人骗了，他把钱已经藏起来了。我们兄妹还在盛世集团的时候，这个郑怀瑾啊，就已经把集团的流动资金都转移到国外了。他就是想卷钱跑路，不给你们发工资。楠楠，你这是为什么啊？妈，范彤还有这个逆子，他们串通一气，工资我都给你们凑够了，钱就在路上，晚一点就能发给大家。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只是你的缓兵之计，你就是想卷钱跑路。你今天必须把工资给我们，否则你们今天哪儿都别想去。现在就发，现在就发！大家稍安勿躁，钱我已经派人去取了，今天一定会给大家补齐。郑楠，你羞辱我就算了，你为什么要煽动大家的情绪？还有你们今天过来干什么？你说为什么？当然是来收我的盛世集团啊！我说过，想收购盛世集团，除非从我的身上跨过去。妈，咱们回屋。站住！就想这么一走了之？你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躲着不给员工发工资。你把转让协议签了，这些窟窿我来帮你补上。老东西，我范爸有的是钱，你赶紧把字儿签了，也别让这些员工白白在这儿耗着啊！我早就说过，钱已经在路上了，今天一定会发给员工。我郑怀瑾绝不食言。你要是不签字，那你那个刚回国的女儿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楚总，现金已经兑换好了，出发。郑总从来没骗过我们，难道钱已经在路上了？在路上，也就只有你们这群蠢货才信，人家早就把钱转移走了。你这谎话张嘴就来的本事，一般人可学不会啊！钱在路上，在哪条路上？你跑路的路上吗？我记得他就把玉佩放这儿了呀，怎么没有呢？老东西，赶紧签了！你口口声声的说这些都是你的家人，你就这么对待家人？就是。那看来我得替家人们好好教训一下。哎，奶奶，你干什么？他可养了你们10几年呀！你们叫了他10几年的爸爸呀！少叫的那么亲热，我们早就和这个老东西断绝关系了。现在范先生才是我们唯一的父亲。奶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生病，是你眼前的这个男人在你床前衣不解带的照顾了你3天3夜呀？他整个人都脱相了，才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呀！我有求你们照顾吗？那不是你们自己犯贱自愿的吗？你扪心自问，从小到大我们对你们俩有求必应，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啊？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我们奶奶了。要是没有你，我们俩现在早就飞黄腾达了。我绝不会把公司给你们这群白眼狼，死也不会！我去你的！你们别打我儿子！一个小助理还在这装起来了。你放开！我出重金让你做我的私人助理，你都不同意，非要向这个老东西报什么恩情。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真情。做梦！我就喜欢这么有骨气的。小珍，小珍不怕，没事了。逆子，畜生，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我去你的！求求你们放过我儿子！你们要打就打我吧，你放过我儿子吧！他们太过分了。妇人之仁，你想想，郑怀瑾都要带着你家的过日子钱跑路了，你还在这儿同情他呢？快点，不要耽误郑总给员工发工资。是。都过来看看，你们的郑总为了自己兜里那点钱，现在亲妈都不顾了。是，这也太不是东西了。你说你们今天拿不到钱，你们的家人可怎么办啊？对，该打，打到他们给钱。对，打
打！没错，就打到他把公司交出来。这个老太婆不是想替她儿子吗？我们就先解决这个老太婆。好，那我就成全你，给我打！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都给我住手！谁在放肆污蔑郑总没钱？打开！你赶紧问问小青，她怎么还不出来？各位，我是楚氏集团的董事长助理林娜，这笔钱是郑总向楚氏集团借的。郑总为了给你们发工资，不惜卖房卖车，甚至放弃给母亲治病，也要在承诺的期限内将工资发给大家。你们却听信小人谗言，过来逼迫他。找到了。林总助，大家养家糊口不容易，是我拖欠工资在先，我对不起大家，咱们现在就发。我们真的错怪了郑总，他都这样了，还在为我们求情。都是他们这群骗子，不能放过他们。要不是他们挑唆，我们怎么可能会误会郑总？臭骗子，快滚！别让我们再看见你们，见一次打一次。郑总，我们对不起您。我们刚才不该袖手旁观，郑总，对不起。我知道你们也是被别人蒙蔽的，我从来就没有怪你们。来吧，大家来领钱吧。来，冯家。谢谢郑总。来，刘贺。郑总，您怎么还多给了我们那么多？大家为了我母亲治病，筹了很多钱，大家都不容易。现在我郑某人手里有钱了，不能让大家破费。什么？有人拿着玉佩？我马上回去。楚总，你有什么急事吗？我有了亲生父母的线索，要回去一趟。难道她是我的月月？郑总，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路上慢点开车。知道了。拿着这个和我做一个 DNA 检测，加急，1天之内我要看到结果。怀瑾，你是说楚小姐可能是月月？我也不知道，但我刚才看到了她的脖子上有和月月一样的胎记。没想到，我寻找了20多年的女儿，会以这种方式和我相遇。当初你为什么要丢下我？我妈妈呢？我对不起你们母女。当年我被仇家追杀，你妈当时受到惊吓难产去了。我抱着你，为了躲避仇家追杀，把你放在垃圾桶里。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你已经不在那儿了。这个故事你都和谁讲过？这个和我认识久一点的都知道，并不是什么秘密。姐姐，我们知道仅凭一个信物不足以让你相信。这个，你看看。这是爸在你存放的基因库去做的对比，有了这个，你可以相信了吧？林娜，通知下去，2天之后我要开认亲发布会。爸，你和郑先生是不是有什么恩怨？都是商场上的事儿，但是爸爸愿意为了你放弃收购盛世集团，就当是报答他当年对你的恩情。好，等到认亲宴，我希望你们能够握手言和。好，都听你。郑总，楚总邀请您参加2日后的认亲宴。看来她不是我的月月。如果琳琅真的是我的月月，那她认的是谁？您不是求过楚总帮忙找孩子吗？万一这个是他给你准备的惊喜呢？静静，你们终于来了。这位就是我们楚总的父亲吧？我们找您找的好辛苦啊。他是哪位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男朋友。要是没有他，您这会儿还没找到姐姐呢。伯父，我们楚总找你找的可太苦了，以后还要伯父在楚总面前多替我美言几句。范总，我是您的合作商啊，后面可别忘了提携提携我们。是啊，范总不仅自己优秀，孩子们也都这么优秀，真是羡煞我等啊。基因好，没办法。范总，来，我们敬您一杯。来。哎呦，谢谢。这是谁呀？郑怀瑾，你这个废物来这里干嘛呀？
赶紧把这个老东西赶出去，不能让他破坏任清宴。你该不会还想过来携恩图报吧？我们楚总不是已经报答过你？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人？我要你，我就立刻离开，不给别人添麻烦。孩子们说的也没错，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现在的你，要不是琳琅看在你曾经那一点点恩情的份上，保安能放你能进来？我是正式受邀来的，怎么就没有资格？郑怀金，我劝你赶紧离开，免得一会儿被人赶出去。我们郑总是有邀请函的，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进去？你们现在没有邀请函了，你们拿什么进去？来人，将他们赶出去！我看谁敢！现在没有邀请函了，你们拿什么进去？来人，将他们赶出去！我看谁敢！郑总，是我们董事长亲自邀请的，我看你们谁敢赶他出去？你没搞错吧，林娜？身为楚董的贴身助理，你和一个老废物关系不清不楚也就算了，我范爸可是你们楚总的亲生父亲，更是这场认亲宴的主角，你就不怕把工作丢了？什么亲生父亲？我们郑总才是楚总的亲生父亲。本尊就站在这里，竟然还敢过来冒充！郑怀瑾，我有信物，有检测报告，这些你都有吗？林娜，你最近没有在总部，可能不知道，这位范总就是今天认亲宴的主角，楚总失散多年的父亲，甚至后面会成为我们楚氏集团背后最大的股东。林娜，我已经让阿虎和楚总反映了，你和这个老家伙就等着被赶出去吧。林娜，别说我不帮你，你说你自己藏私，把人带过来就算，我还听说你挪用公款给这个老男人，甚至还让他假装成楚总的亲生父亲。知道这件事要是捅到楚总那儿，你是什么后果？亲生父亲？你们好大的威风啊！郑总才是楚总真正的亲生父亲，这是检测报告。什么？我倒要看看是谁敢用冒认我楚琳琅父亲，把公司的保镖都叫上，和我去认亲宴。是。林总助，你怎么还能帮着他作假呢？是啊，像郑怀瑾这种中饱私囊、克扣员工工资的人，怎么可能是楚总的亲生父亲？我看他是造假成了惯性。对，大家都不知道吧？这个郑怀瑾不仅通过林娜贪没了楚氏集团的资产，还挪用了自己公司的资产，那可是集团员工的血汗钱呐！像这种不顾他人死活、没有道德底线的家伙，怎么可能是楚总的亲生父亲呢？这郑怀瑾真不是个东西，竟然把员工的工资中饱私囊。那些员工哪一个不是上有老下有小？这断人财路等于杀人父母啊！郑怀瑾真该死！你说谎，员工的工资是我们早就发了。说的好听，当时我们只看见你和楚总把钱给了他姓郑的，可没看见员工收到工资。不仅如此，这个老东西为了钱，连他自己得了尿毒症的老娘都不救，真是枉为人子啊！什么？为了钱甚至不给自己老妈治病，还和这个女人鬼混，这真是世风日下呀！这种人现在竟然为了钱来冒充楚总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那不是打楚总的脸吗？林娜，你跟这个老不死的关系不清不楚就算了，还敢在这里污蔑楚总，楚总是不会放过你的。你造谣我也就罢了，你不能污了林姑娘的清白呀！我们造谣你，明明是你造谣了自己跟楚总的关系。你们这对狗男女，赶紧给我走出会场，不然我将会让楚总知道你们所有的事儿，我还会让整个新城传满你们的丑闻。你们，郑怀瑾，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滚出我的会场！范总，我来这里是要见我的女儿。你白日梦还没醒呢？大家来看看，他说他是楚总亲爹，那我是什么？我没见到他之前是不会离开的。你还真是个老赖皮，还不走是吧？各位，虽说这场认亲宴的主办方是楚氏集团，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宣布我和楚总的关系。我怎么着也算这场发布会的半个主人，大家伙说是不是？对，这个老匹夫不但拖欠工资，甚至连他老妈都弃之不顾，还舔着脸冒充楚总的亲生父亲，大家伙说说该不该死？好，既然如此，我范统这场发布会的半个主人，当然作为楚总真正的父亲，大家伙说我有没有资格赶这个家伙赶出会场？赶出去！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来人，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废物赶出这个会场！楠楠、静静，你们把这个老废物给我丢出来！两个逆子，你敢！老家伙，看在我们多年情分上，这可是为你着想，要不然一会儿等楚总亲临，你触动了楚总的逆鳞，
楚总一定会把你们赶出新城，然后全行业封杀，甚至会让你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这里可是楚氏集团，还轮不到你们乱来。哪儿都有你，我范叔可是楚总的亲爹，在这楚氏集团想要做什么，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吗？你们这么对楚总的恩人，难道不怕楚总知道？你们这么对楚总的恩人，难道不怕楚总知道？知道又怎么样？我倒要看看楚总会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恩人来和自己的亲生父亲翻脸。等闹到楚总面前，恐怕被赶出去的是你们几个。你们这两个臭娘们儿为什么一直维护这个老东西？待会儿我范爸和楚总认亲，我就让你们好好长长记性，把人给我带下去。等一下，不准你们伤害他们，我们走。刚才让你走你不走，在这儿把水搅浑了，现在想走，给我拿下！你们怎么能？我还能再给你点教训。楚总到。是谁在我的认亲宴上闹事？楚总，刚才这个老东西在现场捣乱，您放心，我们现在就让人把老东西赶走。楚总，现在我们有2份报告显示都是您的亲生父亲。现在你们谁能告诉我，你们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吗？林老，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可是你亲爸呀！你看，这是我们的信物。你怎么会有这块玉佩？快把我的玉佩还给我！这个玉佩是当年孩子妈留给我们父女的，怎么就成你的了？郑怀瑾，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这个玉佩明明就是我的，之前你借给我钱，要我用玉佩抵债，后来我不是把钱还给你，把玉佩拿回来了，它怎么就成你的玉佩了？这个玉佩是他妈嫁进我家之前就一直带着的，后来怀孕才把玉佩一分为2。我有老照片能够作证。有个破照片又能怎么样？就能证明这个玉佩是你的了吗？像你这种言而无信、压榨员工工资的小人 ，DNA 报告你都准备了，很难说照片不是你做的。林老，我知道你肯定怀疑，但是我除了玉佩，我们的 DNA 报告你也看了呀。你真是为了钱，什么谎都敢撒呀！好，我问你们，那个孩子身上有什么特征？孩子的脖子后面有一块月牙的胎记，所以玉佩才被切割成2个月亮的形状。林朗找了他父母那么多年，胎记的事情肯定也是你查资料查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对外公布我身上有胎记的事情。就算你蒙对了又能怎么样？现在信物在我这儿，你怎么证明这个玉佩是你的？我没办法证明玉佩是我的。东西会丢，记忆会出错，但是血缘关系不会丢。范统，就算你拿走了玉佩，亲子鉴定也不会作假，你觉得呢？我当然没问题，但是亲子鉴定需要好几天才能出结果，要是……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来安排，只要你同意。好，马上让医生过来，我们当场做 DNA 检测。楚总，结果出来了。怎么样？他们2个谁才是我的父亲？帮我，事成之后给你500万。不可能啊！林朗，我都说了，我才是你的亲生父亲。现在因为这个老东西，已经耽误我们父女相认的不少时间了吧？怎么可能？你真的不是我的月月？郑怀瑾啊，我看你就不要在这丢人现眼，赶紧收拾收拾滚蛋吧！我看啊，像你这种见利忘义的小人，竟然痴心妄想想成为楚总的父亲，那真是不要脸。我范爸那才是楚总的亲生父亲，就你，一辈子注定就是孤独终老、没儿女送终的命。你还是早点认清现实，安安心心做你的老官夫吧。等一下，楚总，您之前让我做的 DNA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我这里还有一份 DNA 鉴定报告。不是都已经做了亲子鉴定了，怎么你这还……忘了跟你们说，我之前遇到过太多来冒充我父亲的骗子，其中不乏有买通医生的人。我楚灵皇做事一向是多手准备，对于寻找我的亲生父母更是如此。当我怀疑郑先生是我的亲生父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要做一份 DNA 鉴定。林娜，你去做个 DNA 检测，
把报告给我。现在只要我打开这份 DNA 检测报告，就能够知道郑先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郑先生，你真的是我的父亲。是我的月月，我的女儿。爸，这不可能，这报告肯定是假的。这份报告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郑先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可是我也跟你做了亲子鉴定的呀，那个不可能有假吧？楚总，我错了，是他，都是范总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我替他隐瞒真相，事成之后给我500万，我错了，楚总。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当医生。通知他们院长，这个人全行业封杀，永不录用。是。董事长，我错了呀。董事长，范总，你个老不死的，你害死我了！楚总，范总也调查清楚了，范总年轻时候不学无术，在一次斗殴中被伤了根本，这辈子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各位，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郑怀瑾先生是我寻找多年的恩人，同时也是我失散多年的父亲。这是什么情况？不说范总才是楚董的亲爷吗？这怎么可能呢？明明我才是你的亲生父亲啊！是啊，楚董。楚总，您可千万不能被小人蒙蔽双眼。诸位，一定是搞错了。楚总刚才要宣布的亲生父亲是我，一定是我范统。请各位看清楚，我寻找多年的恩人和我的亲生父亲，一直都是郑怀瑾郑先生，而不是他。不可能，不可能！明明我才是楚总的亲生父亲，是我，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证据就摆在你的面前，还敢冒充我的父亲？那又怎么样？郑怀瑾可是一个背信弃义、贪污敛财的小人。你有这样一个父亲，你就不怕玷污了楚氏集团的名声？月月，爸，您放心，我了解您的为人，我不会仅凭这些人的三言两语就对您有意见，我永远都相信你。楚琳琅，郑怀瑾这个老东西，不仅拖欠员工工资，还独吞公司的资产，而且这老不死的，连自己患尿毒症的母亲都任其自生自灭，简直是猪狗不如。没想到这郑怀瑾竟然是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啊！是啊，楚总有这种亲生父亲，真是命苦。他们说的都是假的，郑总根本没有拖欠我们工资。郑家兄妹和这个姓范的在诋毁郑总，郑总根本没有拖欠我们工资，就是郑总的工资早就给我们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乡下来城里打拼的，上有老下有小，郑总明白我们都不容易，不仅给我们高薪工作，按时给我们发工资，还给我们提供住的地方。即使是公司最困难的那段日子，他也从没想过亏待我们1分钱。他就是个白眼狼。对，郑总是好人，不许你们污蔑他。郑总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是郑总的秘书，要没有郑总的资助，我现在还在大山里。这么多年，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去帮助别人。这么好的人，怎么可能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管不顾呢？他行善几十年，没想到竟然碰到你们这群白眼狼，你们良心都进狗肚子里了。这几人太不是东西了，竟然这样污蔑郑总。唉，我刚才真的相信他们了，真是畜生，这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吗？哼，你们以为薪资和治病的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郑怀瑾私贪公司钱，他就是道貌岸然，说的比唱的好听。挪用楚氏集团资产，这郑怀瑾和林娜胆子也太大了。楚董未必会放过郑怀瑾和林娜。这件事，如果楚董要故意偏袒郑怀瑾，当着这么多社会名流的面，恐怕也做不到了。郑静，你再胡说，小心我撕烂你的嘴！饭桶郑南郑静，我郑怀瑾一生光明磊落，从没贪污过1分钱，也不屑做这种事情。没想到我行善积德了半辈子，到头来遇到了你们这群不知感恩的东西。我手机里有一段视频，大家看看就知道。你们几个为了得到郑总的盛世集团，竟然肆意殴打郑总，郑总含辛茹苦将你们兄妹养大，你们简直是禽兽不如！这饭桶和这对兄妹太不是东西了。
差点冤枉了郑总这个好人呐！这几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真想打死他们，打死他们！你们私自挪用盛世集团资产的事，我们已经安排专业人员调查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你胡说！盛世集团的资产是郑怀瑾自己转移的，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就是那些钱我们都没拿，明明是郑怀瑾自己拿的。谁撒谎谁真清白一目了然，污蔑诽谤我的父亲，还转移盛世集团资产，我楚琳琅绝不会放过你。楚总，我求求你，我们知道错了，您就饶了我们吧。是啊，楚总，我们不是有意的，这一切都是是饭桶强迫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是无辜的。你们两个白眼狼啊！你们对不起的人是爸爸，你们该道歉的人是他，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生死。爸，我错了，爸，都是饭桶，是他心思歹毒，怂恿我们转移公司的资金，让我污蔑您的爸。爸，我们不应该听信小人的谗言迫害你，你就原谅我们吧。之前你们嫌弃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喊我爸？爸，我们父子一场，你也不忍心看我们被关进去吧？你们转移公司资产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的下场？你们殴打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这一幕？你们欺凌从小宠爱你们的奶奶，有没有想过今天？这就叫我人在做天在看，自作孽不可活。爸，我知道我们鬼迷心窍，我们听信了饭桶的谗言，可是您不能把我们往死路逼啊！爸，从小您最疼我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爸，你打算怎么做？月月，他们就交给你了，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今天的一切都是他们罪有应得。爸，是饭桶啊，是他想要把您踩在脚底下，也是他强迫我们转移公司资产的呀。是啊，爸，都是因为这个饭桶，他让我们去老宅给您找事儿，也是他逼我去偷那块玉佩，更是他逼迫我们向您要盛世集团，不然他就要把我们送到缅甸去啊！你们两个白眼狼，明明是你们自己递的投名状。你们说郑怀瑾这老东西公司的资产本来应该属于你们，一直耽误你们的路，也是你们要夺取盛世集团的。我的眼睛真是瞎了，我怎么要你们两个又蠢又坏的货做儿女呢？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落到现在的下场吗？去你的！怪我！你这个胸大无脑的蠢货！我稍微一点蛊惑，你们竟然可以背弃养育了你们几十年的爹！畜生呀！我去你的！饭桶，你现在马上给我爸道歉，让他原谅我们！你他妈的逆子！你敢打老子！我是你爹！我爹！你有手续吗你？爸，是我们错了，你就原谅我们吧，爸！你们以后踏踏实实做人吧。林娜，将他们赶出去，从新城彻底封杀，以后楚氏以及所有合作和旗下的集团永不录用。是。爸，求求你原谅我们吧，你不能这么做呀！爸，你就放过我们吧，我们知道错了。各位，接下来请今天的主角上台发言。我郑怀瑾这辈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唯一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没有想到冥冥之中，我和自己的女儿早就遇到了。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尽力弥补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今后也会和琳琅一起，做出以人为本、以诚为本的良心企业，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回馈社会。你们两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废物！饭桶，你还好意思说我们？要不是你怂恿我们，郑怀瑾还是我们的父亲，傍上楚氏集团的就是我们。要不是这个老东西，我们怎么可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行了，别再说了。楚氏集团已经知道我们做的所有事情，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你们可都别忘了，我现在只是没有搭上楚氏集团，我还有自己的公司，我照样可以东山再起。你就是饭桶范先生吧？是我是三国樱花集团的山下。我们樱花集团想在你们新城寻找一个有经验的集团合作。樱花集团，你说的就是那个三国的防火墙行业龙头老大樱花集团？正是。瑞西国的顶尖公司广达集团正在举办一场比赛，谁要能够研发广达集团所需要的防火墙，谁就可以与之长期合作，成为防火墙领域的
龙头企业。我们樱花集团本想与你们新城的盛世集团合作，但是那个老匹夫不识抬举。通过我们的了解，你们是盛世集团的老对手。我们想利用你们对盛世集团的了解，以及行业资源和运营商，击溃盛世集团，成为整个防火墙行业的龙头。这是真的吗？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们合作，赢下这场比赛，楚氏集团将被你们狠狠地踩在脚下，永世不能翻身。哎呀，太好了！我答应你，我愿意跟你合作。好，我要把楚氏集团踩在脚下。好，我要把楚氏集团踩在脚下。山下先生，防火墙呢？我们的员工已经在加班加点熬夜的研发了，保证本周内完成任务。好，一定要保证质量，满足广达集团的要求。您尽管放心吧。我还听说楚氏集团也收到了消息，要参加比赛，与我们争夺合作权。你们务必要比楚氏集团更快更好的完成研发。虽然他楚氏集团是荣城第一集团，但是我们范氏集团有这么优秀的 IT 人才，并且以我们多年以来对郑怀瑾他们的了解，你尽管放心，他干不过我们。那就好，辛苦辛苦。范爸，这下我们可以彻底扳倒楚氏集团了吧？现在知道我是你爸了。我告诉你啊，等拿下这场比赛，我范统将带领我们范氏集团取代楚氏集团。到那个时候呀，他楚林郎还有郑怀明又能拿我怎么样呢？赶紧去催这些员工，赶紧给我完成任务。记着哦，务必要在楚氏集团之前完成研发，要不然的话，我拿你们两个试问。是。来人，快来人！你没事吧？没事吧？你们几个不好好干活，在这干什么呢？爸，我得到消息，广达集团要在新城举办一场防火墙制造比赛，从而寻找合作方。若是我们楚氏集团能拿下这场比赛，将取得巨大的收益。那还等什么呀？我们应该立刻开始研发呀！不瞒您说，这场比赛范氏集团也要参加，他们已经联合了樱花集团，我们恐怕很难战胜他们。樱花集团，没想到范统为了钱竟然和他们合作了。我听说是桑国的樱花集团为范氏集团投资100亿，就是为了狙击我们，从而赢得比赛。况且范氏集团现在还有那对兄妹做内应，他们恐怕已经做出了攻击我们程序的代码，并且范氏的员工和强大的运维团队并不输给盛世集团。我们楚氏集团虽然很有钱，但是也很难斗过现在的范氏集团，赢得后期的经营权。确实如此，但是月月，你放心，我既然是楚氏集团最大的合伙人，那么楚氏集团的事儿我应该义不容辞。爸爸一定会帮助楚氏集团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月月，你放心，我既然是楚氏集团最大的合伙人，那么楚氏集团的事儿我应该义不容辞。爸爸一定会帮助楚氏集团赢下这场比赛。别偷懒，给我赶紧起来干活！我们已经4天没有合眼了，一直在工作。你们能干就干，干不了现在就走人。你们就让他回去休息吧，他的身体真的顶不住了。休息？不可能！防火墙的研发给我完成不了，谁都别想回家休息。从前我跟着郑总的时候，都是准时准点下班，从来没有压榨过我们。真后悔跟你们过来。对，郑总比起你们这些黑心老板要好上千倍万倍。就是。怎么，都想造反吗？啊！你们一个个都不想干了！赶紧给我滚回去接着干！住手！赶紧给我滚回去接着干！住手！郑怀瑾，你这个老东西来干嘛？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了，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会出生命危险的，有你这么压榨员工的吗？老东西，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员工，我们想怎么压榨就怎么压榨。老东西，当初在认亲宴的时候，我们几个求着你都不放过我们，现在居然跑这儿来多管闲事儿。我看你啊，就是怕我们拿到比赛的总冠军，把你和你的楚氏集团给踩下去，这才慌了，跑我们这里闹事儿是不是？我是来邀请我以前的员工来加入楚氏集团的。什么？
你敢来挖我的墙角？你压榨我的兄弟姐妹，就算不是为了比赛，我也会请他们来加入到楚氏集团。郑总，您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我愿意跟着楚董在这里。我已经被压榨的10天10夜没有合眼了。我也是。一群蠢货！你跟他们走了之后，也就是为了完成程序的开发。你们以为他们不会压榨你们吗？我跟着郑总10几年，我相信以郑总的为人，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压榨我。我也相信。谢谢你们的信任，谁都不能走。这场比赛势在必得，愿意留下来的人，所有人的工资全部翻倍。怎么样？你们每个人都上有老下有小，双倍工资对你们来说很重要吧？你们所谓的信任，在这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我楚氏集团愿意出你们正常的5倍工资来聘请你们。我楚氏集团愿意出你们正常的5倍工资来聘请你们。那我们出10倍雇佣你们，我出15倍，我们出100倍，不就是钱吗？我们樱花集团有的是，你们楚氏集团跟我们樱花集团比，差得远了。楚琳琅呀，谁让你当初不选择我做合伙人呢？现在你知道了吧？我的背后可是强大的樱花集团，论资金啊，你们差远了。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要不然你们楚氏集团也并入到我们樱花集团旗下怎么样？这一次我们就要把郑怀瑾这个老东西，还有楚氏集团狠狠地踩在脚下。郑总，对方是樱花集团，再多的资金我们也出不起了。希望你们答应员工的心思能够坚决做到，记住，是100倍。死装！我呸！100倍，没钱来这装什么大尾巴狼？郑总，他们忘恩负义，我绝不忘恩负义。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哪怕今天盛世集团许多千倍万倍的工资，我都只跟着郑总您。好，郑总，郑总，你们想着干嘛？难道不想要100倍的工资了吗？哪怕今天盛世集团许多千倍万倍的工资，我都只跟着郑总您。好，郑总，你们想着干嘛？难道不想要100倍的工资了吗？郑总，我也愿意跟着您去楚氏集团。对，郑总，我也愿意跟着你，我也愿意。可我给不了你们那么多钱的工资啊！郑总，我们都是您招来盛世集团的，也是您一直在培养我们，给了我们养家的能力，这些恩情哪能是钱能比的？郑总，工钱您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我们就跟着您。对，好，我发誓，我郑怀瑾此生啊，一定不会亏待你们。好，疯了，全他妈全疯了，竟然跟钱过不去！一群蠢货！跟着郑怀瑾，你们会后悔的。你这个蠢货，把这帮人都搞走了。没有他们，我们的防火墙还怎么能完成研发？而且我们现在的防火墙被他们开发了一半，他们熟知我们防火墙的漏洞，我还怎么赢得比赛？还有你们，废物，都是一群废物！不就是一批程序员吗？我们再找一批不就完了？你这个蠢货，把这帮人都搞走了，没有他们，我们的防火墙还怎么能完成研发？而且我们现在的防火墙被他们开发了一半，他们熟知我们防火墙的漏洞，我还怎么赢得比赛？还有你们，废物！都是一群废物，不就是一批程序员吗？我们再找一批不就完了？八嘎，愚蠢！你们懂什么？他们可是郑怀瑾培养10几年的专业人才，技术根本不是他人能比的。没了这些技术员，我们研发出的防火墙还能满足广大集团的要求。山下先生，您先别急啊，难道您忘了我们手中拥有着他楚氏集团无法拥有的强大的运维团队？只有靠这些，才能把未来楚氏集团托付于我们生产的防火墙正常的使用下去啊！即便是我们生产的质量稍微差一些，广达集团还是可以接受的嘛。但是楚氏集团有了那些人的加入，对我们来说还会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郑怀瑾和他的那些下子人顺利的将防火墙研发出来的。你来这儿做什么？你来这儿做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来告诉你们这群白眼狼，你们和公司签了保密协议。要是你们现在还想回去，我们也不是不能接受你。你是来请我们回去的？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求你们？你们这群蝼蚁也配？我是想和你们说，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等樱花集团派来专家，你们再想回去，可就没机会了。崇洋媚外的东西！我承认早些年樱花集团的系统处于领先水平，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也培养了大批量的技术人才，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并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东西差，并且现在我们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郑怀瑾，你疯了！樱花集团从有电脑开始就成立了公司，你才玩电脑几年啊？凭什么和人家几代专家累积的经验比？经验只可以借鉴，技术是不断的创新，这些道理我记得我教过你。爸，说得好。好，郑总，您放心，我们一定加班加点，通宵也会帮你研发出防火墙。各位啊，你们只需要正常工作，到点啊下班休息就可以了。可如果不加班加点的做，如何能完成呀？我说过，我绝不会压榨你们。
想要提高工作效率啊，靠的不是加班，而是高效的管理方法。从现在开始啊，我将基础程序 AI 化，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基础上，也一定会保障每一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爸，您不愧是我看中的合伙人，有您在，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月月，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解决。你们俩说相声呢？最后问你们一次，你们和不和我回去？这里是我们的办公地，涉及机密，你赶紧走。对，你赶紧走，我们不稀罕你们那几个臭钱。对，快滚，快滚！希望你们永远摆出这种姿态。总感觉他这次来我们这儿，目的不只是为了挖人。那您的意思？大家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硬盘是否还在？系统硬盘在我的办公室保险柜。那我就放心了。大家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硬盘是否还在？系统硬盘在我的办公室保险柜。那我就放心了。郑总，整个机房的机器不知道什么原因全部停止了运行。郑总，明天就是给广达集团交付的日子了，可是现在所有的服都停摆了，这可怎么办？走。病毒植入了吗？我已经把病毒植入到他们的控制系统当中，放心吧，没个一两天，他们绝对修不好。哎呀，那太好了！这下加上我们的运营商资源，这笔订单我们十拿九稳。到那时候，你们防火墙企业都将被我们三国的樱花集团踩在脚下。广达的最大一笔订单将由我们三国企业投资的公司成交。郑怀姐，任凭你再神通广大，这次我看你怎么翻身！欢迎大家来到广达集团举办的防火墙比赛现场。本次比赛呢，有2大企业参赛，哪个企业研发出的防火墙质量更高，那么哪个企业便能够和我们广达集团达成长期合作。那是盛世集团的人，听说盛世集团拥有高超的防火墙制作技术，并且还拥有强大的团队，最近似乎还得到了三国樱花集团的投资。要我看，范氏集团大概率会拿到广达集团的合作。楚氏集团虽然是荣城第一企业，但相比于有技术、有投资、有运营商又在新城本地的范氏集团，那还是差了不少啊。你是范氏集团的范总吧？哎，是我。虽然此次防火墙比赛2家企业参加，但以你运维资源和技术，广达集团和你们的合作是板上钉钉子的事儿。江总，那我就在这儿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听说这位就是楚氏集团最近宣布的最大合伙人。最大合伙人竟然是个残废，这楚氏集团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胜败这种事，还是要比一下才知道。比？你拿什么比？我们的防火墙可是从樱花集团特意调过来的专家研发出来的，用的底层逻辑是樱花集团最先进的技术。一会儿你们的防火墙怕不是都撑不到3秒吧？既然参赛嘉宾已经到了，那我们事不宜迟，现在便开始展示参赛嘉宾的研发成果。比赛也很简单，参赛方用你们的防火墙系统抵御广达集团的攻击，坚持时间长的一方获胜。让我们先看一看盛世集团的防火墙产品。老东西，等我们赢了比赛，拿下项目，再回来好好收拾你，好好一雪前耻。测试开始。看到了吗，各位？这套系统就是我们范氏这么多年一直在网络安全领域领先各位的底气。盛世公司测试结束，坚守时长15分钟。下面有请我们楚氏集团测试开始。月月，你放心，这套系统绝对不会有问题。3、2、1。月月，你放心，这套系统绝对不会有问题。3、2、1。哈哈哈哈！楚总，这就是你们把我们员工都挖走做的防火墙，一下都扛不住。范氏集团的防火墙无论在防控能力还是在先进程度上，都已领先国内的大部分防火墙。虽存在一点瑕疵，但总已满足广达集团的需求。果然，不愧是樱花集团投资的范氏集团，这防火墙在国内不一定有哪家企业能够制造出来。看来这次比赛范氏集团赢定了。楚总，您就认输吧。您真的以为这个被扫地出门老狗他说的话是真的？你以为他真的懂技术？就是啊，我还不了解他，在家他就从来没碰过电脑。不过就是看看报告，还真把自己当专家了。爸，我相信你。系统检测到低级防火墙系统，请问是否覆盖？覆盖。故弄玄虚，还真以为自己能成功呢。切，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残废，他的防火墙要是能用，我就给他下跪道歉。你最好记住你现在说的话。覆盖完成，占领狼系统，守护你的安全。怎么才3道防护？郑怀瑾，这就是你说的必胜的把握？老东西，你用个初级模型糊弄谁呢？希望郑怀瑾这3道墙能坚持时间久一点。合伙人，你看咱们家这个防火墙怎么瞬间被突破第1道防线？爸，你确定你的这个东西能行？范总啊，恭喜你！看来这次是盛世集团要拿下广达集团的订单了。老东西，这下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吧？先不要这么快下结论，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你这个半截入土的老废物，自己本事不够就退休捡破烂，出来祸害人就是你的不对了。郑静，脑子是个好东西，我希望你不要只在乎外边。老东西，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模样。我说过，太急功近利不是件好事。闭嘴！你现在不是我爸，少来说教。病毒已清除完毕。这怎么可能？这防火墙精细程度这么高，我从未见过。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把病毒植入到他们的控制系统中，他们不可能造出防火墙。你以为就凭你们那些小把戏，也能拦得住我爸？防火墙系统开始运行。郑总，你太厉害了！哎呀，我看郑静突然过来，一定是另有所图。如果不是为了盗取我们的研究成果，大概率会给我们用一些手段阻止我们参赛。他们在我们运行程序上植入了病毒。好在这种情况以前呢，我在经营盛世集团的时候出现过，而且这个病毒也是我教他做的，所以有应对的方法。这老东西什么时候还有这技术？没想到楚氏集团生产的防火墙能达到这种水平，即便是国外的企业要做到这种级别，也并非一日之功啊。楚氏集团的防火墙居然得到了江总这么高的评价，看来楚氏集团技术确实厉害。不过可别忘了，广达公司寻找合伙伴看的可不只是技术呀。江总，现在该您来决定，到底选择哪家企业作为咱们广达集团未来的合作伙伴。虽然楚氏集团的防火墙质量远高于盛世集团，但我们更看重的是运维资源，所以我选择拥有强大运营资源的范氏集团。郑怀瑾，就凭你也想跟我斗？且慢，我们是范氏集团的运营商，不，或者说我们是之前盛世集团的运营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运营商决定解除与范氏集团的合作。你们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兄妹与你们合作那么多年，为什么要取消合作？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你们这是违约。我们合约到期了，你们还没续约呢。我们之所以和你们兄妹合作，那是看在郑总的面子上。现在谁不知道你们认贼作父，那我们便不再与你们合作。郑总对我们每一位运营商都有恩，当初在我们最困难之时，是郑总将他的产品给我们，让我们售卖，这才给我们这些运营商谋得了生路。不管郑总在哪儿，我们只跟他合作。我们取消与范氏集团的合作，从现在开始和郑总所在的楚氏集团合作。岂有此理！谁允许你们这些运营商取消我们的合作的？我不同意。敢取消与我们的合作，我饶不了你们！既然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广达集团宣布，郑总所在的楚氏集团将成为我们合作的伙伴。不行！绝对不行！范统、郑南、郑静，你们的罪行，我们楚氏集团已经掌握了证。接下来跟我们走一趟吧。不行！不要！你不是说这招一定能行吗？郑先生，我们社长亲自要求让我花重金将盛世集团收购回去，我们愿意支付1000亿代价。不必了，我们盛世集团已经和楚氏集团签订了永久合作合同，而且
我已经和楚董签了终身协议。郑先生，违约金我们给你出。郑先生，我们樱花国真的很需要像您一样的技术员。山下先生，我听说你们有匠人精神，可是我们也有契约精神，我是不会去的。别以为喊出千亿郑总就会卑躬屈膝接受，我们有自己的傲。这下完了，我们失去了和广达集团的合作。社长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开除我的。爸，范氏集团已经开始拍卖了，你知道吗？拍卖？范氏集团经营一直不错，怎么会？郑南兄妹算计你那次的亏空，以及用广达集团做噱头提前签约的订单，不能按时交付客户订单，大量的违约金赔进去。范田已经开始变卖房产了，你有什么想法？月月，我想和你借点钱，把范氏集团买下来。爸，你不是还要帮那群白眼狼吧？这么多年，范氏一直和我们盛世集团分庭抗礼，一下子范氏集团破产，他们的员工可怎么活呀？而且范氏只是一时经营不善，不是熬不活。借钱可以，不过我们公归公，私是私。好，爸都听你的。这个钱我也不用你还，就算我入股，就这么定了。月月，谢谢对我的信任。爸，因为您值得。还有，范统不仅将郑静和郑南兄妹给告了，这辈子都得在里面反省了。唉，都是他们自作自受。